这里是 Chinese with 思涵，我是思涵，你的中文老师。今天是2025年10月2日，星期四，大家今天好吗？不要忘记，如果你需要这个 episode 的 transcripts、vocabulary 或者 explanations， 你可以到我的 Patreon page 上去下载一个 PDF 文件。如果你想跟我一起上中文课，你也可以用 description box 里的 link 联系我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大家好，又见面了。我们上一次聊了你是不是必须要一个母语是中文的老师这个问题。我的看法是，不是必须的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不是必须的。然后我聊了第一个原因，就是很多中文是母语的中文老师其实不了解中文。今天我想聊一聊第二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是，母语是中文的老师可能不了解你的语言。A native Chinese speaking teacher might not know your language that well. 我觉得对中文老师来说，第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了解中文，第二个是了解你的语言，了解学生的语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的老师了解你的语言，他就知道为什么这个 grammar point 对你来说很难，为什么那个 grammar point 对你来说不难。如果你的老师了解你的语言，他也会知道怎么给你解释一个词，怎么给你解释一个 grammar point， 怎么给你解释一个问题。学生不同，解释的方法也不同。学生的母语不同，他学中文的时候的问题就不同，所以老师要用一个好的方法给学生解释。所以如果你的母语是英语，你的中文老师的母语也是英语，那他就知道你会有什么问题，他就知道怎么给你解释这个问题。比如说他会说 You find this grammar point so hard to understand, but you know what? You actually have the same thing in English. 所以他知道在你的母语里，什么和中文一样，什么和中文不一样。我有很多法国学生，我会说法语，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，哎，你看，这个 logic 和法语一样。然后我的学生们会说，哎，对，哎，我怎么没想到？ How come I didn't think of it? This just makes it so much easier for me to understand. 我会说英语，所以我跟说英语的学生上课的时候也能这样。我也说西班牙语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说西班牙语的学生，所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用西班牙语解释中文。我也说日语，但是我的日语不好，所以我不知
道我能不能用最适合日本学生的方法解释中文。适合 suitable。 因为我的日语不好，所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用最适合日本学生的方法解释中文。听这个 podcast 的人里有日本人吗？对不起，我的日语现在还不好，我还没想到最适合你们的解释方法。但是我在学日语，有一天我会想到最好的方法，最适合你们的方法的。所以我想说，母语是中文的中文老师不是必须的。我的母语是中文，但是对日本学生来说，现在的我可能不是最好的中文老师。但是一个母语是日语的中文老师，如果他的中文也非常好，那他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中文老师，比我好，因为他知道怎么用最好的方法，怎么用最适合日本学生的方法解释中文。当然，我的意思不是你必须和一个会说你的母语的中文老师学中文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的中文老师会说你的母语，那这是一个很大的 plus。 我的意思是，有一个母语是中文的中文老师不是必须的。母语是中文不代表他是好老师，不代表他对你来说是好老师。It doesn't mean that he or she is a good teacher for you. 一个中文很好的日本人老师，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中文老师，可能是一个比我好的中文老师，因为他了解中文，也了解日语。好，今天又说了很多，大家觉得今天的 podcast 怎么样呢？大家喜欢今天的 podcast 吗？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拜拜。如果你想要这个 podcast 的 transcript 词和语法的解释，欢迎到我的 Patreon 去下载 PDF 文件。PDF 文件的 link 我放在了 description box 里面。如果你喜欢，欢迎在 YouTube、Spotify 还有 Patreon 上关注 Chinese with 思涵。大家下次再见。